关键是这件事情上，我们要吸取什么教训，或者我们要引起什么样的警觉？因为这个说明美国的核潜艇是经常在这个区域里边航行的。那么它到这个航行是干什么？显然不是一种就是正常的通过啊。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曹卫东。美国的海狼级核潜艇啊，从南海经过的时候呢，因为撞上了不明物啊，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。但是美国海军的说法以及他们的行为啊，还是给我们一些反思。首先呢，美国海军说，它的核潜艇是在印度洋、太平洋的公共海域航行的时候撞上了不明物体。那么我们分析，太平洋很大，这个印度洋也很大。但是呢，实际上呢，它是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交界的地方，也就是南海这个地方呢，发生了碰撞。那么当时碰撞以后呢，各种说法呀，也是纷纷就是来到了我们的视线里边啊，有说撞上这个养鱼的这个网箱的啊，有说撞上黄花鱼箱的，然后多少万吨的多少这个黄花鱼都跑了，一会儿也有说我们的这个什么架子被撞了，但实际上啊，这都不太可能，因为黄花鱼它也不养在南海啊，它主要是在渤海还有我们的福建这个地方啊。我们实际上说呀，就是美国的这艘核潜艇呢，很有可能在我们南海这个方向的时候，对西沙呀，或者是我们一些岛礁啊，或者是我们的沿海方向进行侦察的时候呢，这个碰了这个或者是擦了啊，因为它不是很严重的撞上去，它是可能擦了这个礁石，那么受伤了，那它这个又不好说，因为它不能说我到你们家侦察去了，然后正好碰到你们家的这个窗户框上了，或者碰到你们家门上了，不好说，所以只能说是撞上了不明物。因为你要撞上个鲸鱼啊，这个根本就没事，因为鲸鱼啊那都是肉做的，大家都见过鲸鱼啊，它再怎么大，就是比大象大，是吧？你再100吨的这个鲸鱼，你跟9000吨的、10000吨的这个核潜艇撞，那这还不是以卵击石吧？关键是这件事情上，我们要吸取什么教训，或者我们要引起什么样的警觉？因为这个说明美国的核潜艇是经常在这个区域里边航行的。那么它到这个航行是干什么？显然不是一种就是正常的通过啊，就通过就完事儿了，不是的。你要正常的通过，根本就不可能撞上不明物，因为你的下潜的深度很深，南海那个地方海域又很宽啊，你正常的航行怎么可能撞上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说他一定是搞活动来了。既然你老对我们的周边搞活动，我们要提高警惕。那我们现在随着这个自己能力的提高，第一，我们要加强水下的这种侦察能力，实际上就是动用我们的常规潜艇，因为常规潜艇的体量小，非常的灵活，经营性能也好，所以我是以小博大，以多博少。因为你美国核潜艇虽然多，但是你到了我的近海近岸的时候，我的常规潜艇比你的多得多呀，所以我们有能力来维护自己的安全，我们用这种常规的潜艇来侦察它的核潜艇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水面的舰艇，现在水面舰艇可以有拖曳声呐、侧扫声呐，对吧？这个声呐可以发现它。再有呢，它这个搭载的舰载直升机啊，如果你早期也可以啊，就是联合起来进行反潜和搜潜。再有呢，我们的专用的设备就是在空中的时候啊，反潜巡逻机啊，大家看它拖了一个像大尾巴似的，实际上那是磁仪探测器啊，是来搜寻潜艇的。还有呢，就是美国啊，它没有常规潜艇了，它都是核潜艇。核潜艇啊，它这个下潜的深度深，但是呢，它使用核反应堆以后啊，它的这个热水啊、高压气嘛，这些东西它要发电呢，还有产生这个动力啊，它都有这个很多的热流排出来。那这个热流和海水的这个温度啊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差别，所以它会留下红外的这种痕迹啊，你从卫星上也可以看到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只要用综合的办法，就是对南海这个区域，因为关键南海这个区域啊，它比较广。那我们在这里边呢，岛礁有很多，区域很大，我们仅靠自己的潜艇、舰艇巡航，那显然是这个不够啊。特别是美国它的这种军事行动对我们是有威胁的，所以我觉得呢，应该采用综合的这种手法，或者综合的这种行动
来保卫我们海上方向的安全，来维护我们自己国家的利益。至于你美国的这个舰艇，从这川航我们是看得一清二楚的。关键是这个潜艇，潜艇它隐蔽性很强啊。过去美国这个海军是非常狂妄的，他说我们的潜艇到了中国的南海，那简直就是如入无人之境，那简直就是在这个自己的后院里航行。现在问题来了吧？一个是我们中国要加强自己对自己这个海上方向安全的这种防范，还有一个呢，我们说这个水下的这些不明的物体和障碍，或者是这个地壳地形的变化，也对它造成了威胁。所以你看，他经常派一些侦察船在我们这个区域里边进行长时间的活动，实际上它就是在这个测绘海图呢，就是搞这些情报呢啊。所以通过这件事情呢，我们不但要看到就是美国的水下的能力很强，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它在我们周边确实是在进行很多军事活动的，我们要采取相应的措施。关于这个话题呢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，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